全民穿越公路求生，看着垂头丧气的我，莉莉丝揉了揉我的头。好了，不就是这个吗？下一次修改的时候，争取给你弄一个靠谱的出来。真的吗？太棒了！我激动地将莉莉丝举了起来，亲了一口。对了，克隆人的 3D 打印机我也调整过了，容貌和身材都可以调整为自选。另外，传输系统和自毁芯片也修改了位置，进行了优化。另外，我还在他们体内增加了一点小东西，你不会介意吧？增加了什么？也没什么了，就是20公斤的炸药而已。20公斤而已？我感觉一个头两个大。我觉得这个莉莉丝的脑子肯定有点问题，无论搞什么，最后都会搞成自爆模式的。基因药剂方面有什么进展吗？你以为我是什么？样本太多，数据太杂，还在整理之中。想要整理出思路和初步成果的话，至少得等几天。你们2个最近要做的就是帮莉莉丝打下手，作为交换，我提供给你们每日必须的食宿和营养，一直到你们身体恢复或者试验完成为止。多谢了。我又和莉莉丝敲定了一些工作计划上的细节，莉莉丝便带着阿伟和阿雅回到了实验室里。此时莉莉丝正在忙着做研究，小爱同学也开动算法研究数字空间技术，旺财则在高级生态园里打理田地。整个车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处于游手好闲的状态。百般无聊之下，我回到了指挥室。临近系统的后台上，可以看到3辆车正朝着我所在的方向驶了过来。通过系统编号，我知道这3辆车之前商量着要嗑药强行通过病毒烟雾区偷袭我。我正盯着电子地图等着他们到来，我正好无聊着呢。你们这速度也太慢了，什么破车呀？是不是发动机不行？要不要卖你们高级一点的发动机？就在我琢磨着要不要帮这3个玩家一把的时候，那3个玩家忽然不动了。游戏系统飘起了3条讣告，3名玩家因为身处毒物中心，嗑药没顶住，硬生生被毒死了。这给你们机会，你们自己不中用了。恭喜各位玩家成功的度过了7天，现在进行传送。一道白光笼罩了我，将我连同装甲车一起带到了一片虚空之中。我凝神四望，周围都是一个个模糊的气泡，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里面有一辆汽车。这里是中转站，请等候其他区域玩家完成比赛。所有人将会在明天6点准时投放到新世界。恭喜玩家13完成限时追杀令，获得隐藏奖励橙色物资箱1个，请查。一个橙色的物资箱掉落到了我的面前。物资箱久违了呀，我记得上次开物资箱的时候，还是在上一次。我直接将物资箱打了开来，物资箱消失不见，2个卷轴掉落了出来。我将2张卷轴一一展开。6级汽车升级图纸，汽车升级6级的凭证，汽车外形伪装图纸，特殊配件。使用后，无论你的车子变成什么样子，在外人眼中都是你选择的模样。这么大方，居然出了升级6级的图纸。检测到玩家13已经满足条件，请问是否升级？升级。一道白光笼罩了汽车，升级图纸消失不见。恭喜玩家13将多用途装甲车升级为重型武器平台，武器位增加至10个，装甲强度提升100%。伴随着一道白光，我的车体迅速发生了变化，车体的结构更加多面体化，连轮胎外面都悬挂了多面体钛合金板，整车的隐身能力更强。车顶还贴心的给我准备了一个武器站，各种近防炮和激光武器都可以安装在上面。我立刻安装了4门1130近防炮，外加2个阿达兹导弹发射架 MK41 垂直发射器，照例安排在靠近车尾的位置，在武装直升机的旁边留下2个武器位，一个安放激光发射器，一个备用。车子改装完毕之后，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没有炮管的主战坦克。升级7级车条件，需要安装6级通用汽车配件10个，需要6级专用汽车配件6个，7级车升级图纸1张1张。升级条件真的是越来越难了，升级所需要的装备变得越来越多了。我想了想，将那个汽车外形伪装图纸拿了出来，准备给车子上一个伪装。我使用了卷轴，数百个车体的外观出现在我的面前，从巨大的战争堡垒到小巧的家用车，一应俱全。我甚至还看到了一些非主流的造型，比如说马车造型、电动3轮车造型、轮椅造型。我不断地翻着那些看起来比较正经的车辆外观，我思考了半天，最终选择了一款悍马作为外观。有了个外观，应该能迷惑住不少人了。我想着，选定了悍马作为主要外观，有点意思。我围绕着自己的车子转悠了一圈，有了这层伪装，就不用担心车型太过特殊被那些人重点针对了。至少莫里亚蒂想要找自己，就要花费上一些力气。就是不知道下一个世界是个什么世界，没法提前预知世界，还真有点不适应。我躺在床上思考着下一个世界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心中做出了一些预案，不知不觉中睡着了。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正是清晨6点。我看到小爱同学控制着一只机械臂，拎着一只肥瘦的死兔子。从哪弄来的？早晨突然出现的，雷达和监控器都没发现它是怎么出现的，就好像是凭空出现了一样，然后一头撞在了车轮上，
这雕像这么神奇？我看着车上摆着的那个名为幸运的树桩的雕像，感觉这玩意简直是堪比法则类的东西了。停留时间到，匹配玩家已经就位，开始正式传送。伴随着一道白光，我连同重型武器平台一起从虚空气泡之中消失。等到白光消散之后，我发现自己出现在一个城市之中。这个城市破败不堪，到处都是爆炸的痕迹和弹痕，不少车辆都被击毁在路边，冒着黑烟，破碎的玻璃满地都是，道路上到处都是杂物。莫非又是一个末日世界？这次是什么？军阀混战？欢迎各位玩家进入游戏。本世界为致血危机，一块天外陨石落入地球，人类对其展开了研究。没想到这块陨石带有奇特的能力，能让所有的电子器械被激活，变成真正的生命体。最糟糕的是，这些由电子机械转化而成的生命体认为他们才是这个星球真正的主人，开始对人类展开了追杀。大量人类的城镇失守，残存的人类要么躲藏在阴暗的角落，要么退守南方几个大城市。硅基生命阵营选择硅基生命阵营后，玩家自动成为硅基生命的仆从军与人类敌对。当击杀人类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可以获得被陨石照射的机会，有几率成为硅基生命。硅基阵营任务：绞杀残存人类，进攻人类残存城市。人类阵营选择人类阵营后，身份为幸存者，自动成为硅基生命的猎杀目标，有几率获得人类阵营的帮助。人类阵营任务：躲避硅基生命的追杀，逃至南方人类守卫的城市。请玩家谨慎选择阵营。阵营对抗任务。不过这个阵营有些不平衡啊，怎么看硅基生命阵营都占尽了上风？难道游戏系统就不怕所有玩家都选择硅基阵营？全民穿越公路求生，我点开了列表准备选择，我愕然发现我已经被提前锁定了人类阵营的身份。这特么肯定是莫里亚蒂的手段，看来莫里亚蒂已经对玩家失望了，打算用硅基生命阵营的力量来碾压我是吧？我立刻打开了区域频道，想要看看其他玩家的状态如何。卧槽，这阵营也太不平衡了吧，这还用选？直接硅基生命阵营走起。兄弟们，跟我念血肉苦肉，机械飞升。丘角，我不做人啦，生男人就要干变形金刚。帮我问问 MP5 能不能变成人形？要是能变，我就加入硅基生命阵营了。我有列太太，光辉天下第一。区域频道里，除了几个擅长速度和隐秘的玩家选择了人类阵营以外，剩下的几乎是一边倒，大部分都加入了硅基生命阵营。一部分摇摆不定的玩家见状，也随大流参加了硅基生命阵营。就在这时，一封私信传了进来，我一看发信人竟然是莫里亚蒂。他发来私信要干什么？上一次是失误，这一次我亲自出马，一定会把你碾得粉身碎骨。我扫了一眼，便将莫里亚蒂拉黑了。就在这时，苍小空也发来了私信，询问我怎么选择阵营。你去硅基生命阵营，然后把临近系统推广出去，卖多少资源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把临近系统推广出去，争取让每一个玩家都用上，哪怕贴钱也要推出去，明白了吗？放心吧，老板，临近系统很好用，不存在推广不出去的问题，你就看好吧。莫里亚蒂，现在看看玩家到底是站在你的那边，还是会为我所用？苍小空不愧是推销奇才，他才刚刚加入硅基生命没几分钟，就成功的推销出去了2套临近系统，而且这个速度还在稳定的提升着。苍小空每推销出去一套临近系统，我的后台就多出了一套序列号，我可以利用后门监控那些玩家的具体情况。此时，莫里亚蒂已经将那些加入硅基生命的玩家拉到了一个大群里，他对着那些玩家说道：我已经成为了硅基生命仆从军的首领，只要你们好好的表现，杀掉敌对的玩家，我就能让你们获得被陨石照射，成为硅基生命的资格。不信你们……莫里亚蒂说着，放出了一段视频。视频中，莫里亚蒂全身和正常人类都差不多，但是当他撕开身体表面的皮肤后，下面露出了金属的骨骼和躯干。莫里亚蒂身旁还跟着一名妹子，手中拿着一把加特林，对着莫里亚蒂死去。莫里亚蒂身上除了身上的皮肤有些许破损之外，剩下的几乎毫发无伤。看到了吗？这就是硅基生命的强大，只要能猎杀到一个玩家，就可以获得1次照射的机会，你也有机会变得和我一样强大。能问一下，你旁边的那个女人也是硅基生命吗？没错，我的助手小姐也是一个硅基生命，而且本体还是一门 M777 超轻型榴弹炮。777，给他们看看你的能力。名为777的女人点了点头。不远处一栋2层小楼，777单手对准了那栋小楼，砰一声闷响之后，那座小楼瞬间坍塌了下去，升起了大片的烟尘。卧槽，我的 MP5 终于要成真了。G3是我老婆，我一定要让她复活。谁能告诉我哪里能弄到列克星盾？虽然过程和莫里亚蒂设想的不太一样，但是
结果没有太大的出入。莫里亚蒂满意的点了点头，有这些玩家作为先锋，再加上庞大的硅基生命，他不觉得这一次我能有什么办法逃出升天。居然敢害得我这么惨，和你们这群蝼蚁降临到同一个世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777，莫里亚蒂先生，请您吩咐。你去水牛城雷曼兄弟公司总部去一趟，在那里我存放了一件武器，把它带到我的面前，记得开着我的车去，保险一些。可是我只是一门火炮，不会开车。没关系，我在车里安装了灵境辅助系统，这是系统列表里同等级制中最高级的系统，拥有各种辅助功能。你只需要把地图输入系统，告诉他你要去哪里就可以了。明白了，我这就出发。777点了点头，进入了旁边的一辆超级房车之中。这辆房车是莫里亚蒂之前利用特殊权限为自己专门打造的，极尽奢华，把能装的配件几乎都装全了。操作台上满是各种按钮，看得777眼花缭乱。777刚从一门榴弹炮变成硅基生命没多久，对各种事情还处于懵懂状态，看着各种屏幕和按钮，一时之间变得无所适从。他有些拘谨地坐在椅子上，不知道该怎么做。尊敬的777小姐，欢迎乘坐总统1号，已获得授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我要去水牛城雷曼兄弟公司。好的，已经录入目的地，请问您是否需要一杯汽油润润喉？指挥官，莫里亚蒂派了他的助手前往水牛城去取一件物品。莫里亚蒂要取的东西，能确定水牛城的位置吗？距离这里大概500公里。小爱同学说着，我面前出现了一幅3D 全景地图，上面高楼、大桥、河流、树林各种景观纤毫毕现。这是我从莫里亚蒂车里下载的区域地图。小爱同学说着，地图上又出现了几十辆缓慢移动的车子，有坦克，有越野车，还有各种造型奇怪的车辆不一而足。这些是加载了临近系统的车辆动态。哪一辆是莫里亚蒂的座驾？这一辆。伴随着小爱同学的话语，一辆明显豪华异常的房车闪烁了一下，身上多了一个醒目的光圈，此时正朝着一座小城开去。那辆车好像距离水牛城更近啊！我看了一眼那辆房车，又看了看自己的车子，好像对方距离水牛城的距离比自己短1倍不止。没关系，我可以让他兜圈子绕弯路，保证不会在我们到达水牛城前抵达。还能这样，干得漂亮！就在这时，车子忽然猛地窜了出去，我猝不及防，差点摔倒。发生了什么？发现了敌人。全民穿越公路求生，在我的后面，一个不起眼的巡警站忽然飞了出去，一只通体金属的硅基生命从里面钻了出来，大踏步地向着我的重型武器平台扑了过来。这就是硅基生命？没错，从外形判断，原型大概是一台拖拉机。看来硅基生命被辐射之后所拥有的能力和本身的能力是相关的，用近防炮试试它的成色。明白。2门近防炮从车顶伸了出来，对准了后面紧追不舍的拖拉机人，一连串金属风暴扫在了拖拉机人的身体上，各种零件被打得纷飞。一眨眼的功夫，拖拉机人的2条胳膊和半个脑袋就被打成了碎片。可是拖拉机人就像是没事一样，继续向着我紧追不舍。而且由于近防炮的声音，把周围停留的硅基生命也招惹了过来。2个明显是车子变形的硅基生命一左一右从路口冲了出来，准备在前方堵截。旁边的高楼上，一个微波炉变形的硅基生命正在楼顶上不断的窥视着，寻找着机会。还挺结实的，上阿达兹导弹。明白。2发阿达兹导弹从发射架激射而出，向着那2个从前面冲出来的汽车人射了过去。由于距离极近，那2个汽车人根本就没有躲避的机会，迎面被导弹击中了胸口。一辆由丰田变成的汽车人当场被炸成了碎片，另一辆由骑士15式变成的汽车人倒是勉强保持了整体性，只不过身体内的机械出了问题，身体上不断的冒着电火花，但是却怎么也无法爬起来。这时后面一直紧追不舍的拖拉机人似乎是看到了机会，猛地一跃扑向了我的车子，想要趁机上车。然而就在这时，一发炽热的激光击穿了他的脑袋，拖拉机人失去了控制，趴在了车上，缓缓地滑落了下去。此时一直在楼顶观望的微波炉人似乎感觉到了机会，从高楼上一跃而下，跳到了车顶上。结果还没等他有所动怒，整个人又直接飞了起来。在他的下面是一枚锆石高超声速导弹，锆石高超声速导弹顺便将微波炉人炸成碎片。我将车子停到了那个骑士15式变成的汽车人身边，亮出了1130近防炮，开始打光了半条弹链之后，这个汽车人的脑袋彻底被打碎，终于停止了动作。看来这些家伙也是能杀死的，只不过要彻底将脑袋打碎才行，而且身体也比那些变异生物要结实，速度也更快，有点麻烦啊。尽管我有了附近区域的3D 影像，也有了高级的雷达，
但是这些硅基生命和那些变异生物不一样，它们没变形之前和普通的设备几乎没什么两样，红外热源也没什么差别。看来还得找出一种有效对付他们的武器才行。此时我已经不敢在城市停留了，我需要赶快出城。现在的城市是硅基生命的优势战场，在这里和硅基生命作战太吃亏了。我开着车在城市里急速狂飙，想要快点离开这里。我刚刚来到了一家3星手机店前，10几个手机人忽然从里面冲了出来，趴在我的车子上，直接自爆。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幸运的是，我的装甲经过几次强化，异常的结实，除了被熏黑了一点之外，没什么损失。看着手机店，我一阵的心有余悸。幸亏是3星，要是诺基亚，自己的装甲恐怕就要被洞穿了。我看了看前面的家电一条街，不由得感觉一阵的头疼。谁知道里面还藏着多少硅基生命？算了，有杀错无放过。我将 MK41垂发系统里的导弹换成了战斧导弹，对着前方的电气街展开了地毯式轰炸，一连串战斧式导弹射向了电气层，将一间间店铺炸成了碎片。几个侥幸未死的硅基生命从废墟里冲了出来。我刚才是不是经过过这里？我怎么看着这景色有点眼熟？这片区域的景色都差不多。777小姐，要不要再来点机油？我这里还有最新款的泡糖刷，柔软顺滑，保证没有残留。用过的都收好。一只机械臂将一只泡糖刷递到了777面前，777两眼放光，就像是看到了逗猫棒的大局一样，双手捧着泡糖刷爱不释手，左摸摸右蹭蹭，并且把炮口亮了出来，用泡糖刷认真清理着炮口。看到777的目光都集中在泡糖刷上，临近系统悄悄地将行进路线进行了修，车子开始缓缓转向，兜了大圈子。这么一圈下来，估计又要浪费1个小时左右。经过了1个小时的轰炸之后，我终于冲出了城区，来到了荒野上。这也太不平衡了吧！硅基生命这边优势也太大了。行驶在公路上，我顿时感觉神清气爽起来。不同于城市，荒野之中没什么电子器械，如果有硅基生命想要在这里伏击，我一眼就能发现，然后远远一发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过去，什么问题就都没有了。没有了这些干扰，我的行动速度迅速加快，以2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着水牛城急速狂飙，大约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我来到了水牛城下，而777则还被豪华房车带着在水牛城附近兜圈子。那东西具体在什么地方？在雷曼公司的写字楼里。能不能直接空降夺取？开始分析可行性。小爱同学对照着3D 地图开始研究起危险性来。这是我根据3D 地图的分析规划出来的路线，避开了所有高危风险区域，安全通过概率为90%以上。那就按照这个线路来吧。2个螺旋桨弹了出来，重型武器平台缓缓升起，向着远处的雷曼公司大楼飞去。嘈杂的螺旋桨声将很多硅基生命吸引了出来，那些硅基生命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对着我怒目而视。一些比较激进的直接用自带的武器对着我攻击，各种口径的枪械声响成一片。然而他们的枪械口径太小，哪怕打到装甲上也是不疼不痒，最多刮掉点涂料而已。我懒得理会他们，径直沿着规划好的路线向着雷曼兄弟的大楼挺进着。我来到了雷曼公司的楼顶，正要降落，眼前弹出了提示信息：在你即将降落的位置的楼下躲着一只硅基生命，正准备用超长链锯偷袭你。顶层楼里面居然还藏着这么一个阴险的家伙，能锁定他的位置吗？因为楼板隔绝性能很好，无法锁定。那就从侧面绕过去。我绕到了大楼的旁边，顺着窗户往里看，在顶楼的大厅中，一名巨大的硅基生命手里拎着一把7米多长的链锯，凝视着天花板，亲耳听着声音，等待着我降落。好家伙，还真有！干掉他！全民穿越公路求生，一发锆石高超声速导弹向着拿着链锯的硅基生命射去。拿着链锯的硅基生命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锆石高超声速导弹炸成了碎片。随后我开着重型武器平台冲进了大楼。看到我冲了进来，2个硅基生命冲了过来，一个本体是咖啡机，一个本体是微波炉。咖啡机向着我喷射着高温咖啡，而微波炉则将一颗加热过的榴莲向着我砸了过来。看到硅基生命冲过来，小爱同学下意识的就开枪反击。那个巨大的榴莲和那2个硅基生命一同被打得稀烂，一股浓烈的味道弥散开来。太过分了，这是打不过就玩手段是吧？玩手段就算了，居然还玩得这么脏。我开启了3防系统，将浓郁的榴莲的味道隔绝在了车外。东西放在哪里了？地图上有标记吗？有的，莫里亚蒂害怕777找不到，标记得特别清楚。小爱同学将车子开到了一幅油画前，控制着机械臂将油画扔到了一边，露出了一个机械的密码锁9612。小爱同学转动着密码锁上的数字，咔嗒一声轻响，旁边原本完好的墙壁忽然向着2边退开，
露出了后面的隐藏空间。这是一个全金属封闭的密室，在密室的中央摆放着一个全金属包裹的机械。恭喜玩家获得电磁脉冲炸弹生产线。电磁脉冲炸弹生产线6级通用配件，提供足够的原料便可自动生产电磁脉冲炸弹。电磁脉冲炸弹生产材料：高级金属第5单位，金属零件55单位。电磁脉冲炸弹，这东西的原理是向着周围发射电磁波，破坏对方的电子设备。那些硅基生命本质上就是一些电子产品，核心也都是电子核心。如果动用电磁脉冲炸弹烧毁它们的核心，说不定能直接摧毁一个城市里所有的硅基生命。小爱同学，快把电磁脉冲炸弹给我安装上，来上几发试水。小爱同学立刻把车开了过来，将电磁脉冲炸弹生产线加载到了车上，随后投入原料生产了4枚电磁脉冲炸弹。因为电磁脉冲炸弹是标准型号，也可以直接用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发射。4枚电磁脉冲炸弹被安放在了发射单元格里。小爱同学还担心强度不够，直接将4枚电磁脉冲炸弹全都打了出去。4枚电磁脉冲炸弹向着4个方向射了出去。此时777终于被超级房车带着进入了水牛市的终于到了，马上就要抵达雷曼公司总部了。777一边看着两旁高大的建筑，一边在心里不断的默念着提取武器的步骤。首先将凭证交给守护者确认，然后拿下右鼠第2幅油画，输入密码，密码是777正嘟囔着，他忽然感觉眼角的余光中有什么东西飞掠了过去。什么东西？只见一枚炸弹凌空爆炸，没有强烈的热辐射和破片，但是777却感觉有一股看不到的强烈的电磁波，如同潮水一样吞没了他。一瞬间，他体内的各种电子元件纷纷过载、熔断，甚至起火。他想要自救，可是却没有任何办法。电子元件的损坏让他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只能看着灾难进一步蔓延。最终世界彻底的黑暗了下去。不光777是这样，整座水牛城里的其他硅基生命也是同样的下场。一个个各种各样的硅基生命被烧蚀了电子元件，变成了废铁。一个个硅基生命倒在了地上，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不光是硅基生命，普通的电器也一样受到了电磁脉冲的无差别袭击。所有含有电子元件的产品，小到手机、电子手环，大到汽车、飞机，全都被电磁脉冲损毁。不光如此，就连玩家的汽车也受到了波及，电磁脉冲席卷而过。原本正欢喜的在城里收集物资的玩家，愕然发现自己的车子居然冒起了黑烟。怎么回事？我的车子怎么突然就坏了？我的车子也是，各种设备都用不了了。用汽车修理包啊？不行，我拿汽车修理包试过了，说损伤类别不符合，无法修复。难道要把所有的设备重新制造一遍？我哪有那么多材料？那些硅基生命都跑哪去了？我们不是盟友吗？怎么没有人出来帮帮我们？只有莫里亚蒂看着这几个玩家的抱怨，不由得皱起了眉头。电子设备全部损坏，怎么这么像是电磁脉冲炸弹？我不是让777把电磁脉冲炸弹带回来吗？他怎么使用了？难道是意外碰到了那个该死的家伙，提前使用的武器把这家伙干掉了？可是刚才也没有讣告发过去啊。莫里亚蒂想要联络一下777，却发现怎么也联系不上。这时他才想起来，一旦使用电磁脉冲，777这种毫无防护的硅基生命必然会被直接摧毁，根本不可能幸存下来。一时间，他竟然发现自己居然失去了对水牛城的掌控。心急之下的莫里亚蒂恨不得立刻就跑到水牛城去看看具体情况，可是油门还没踩下，他又将脚收了回来。不行，水牛城情况不明，我不能就这么过去。好在我还准备了其他的后手，足够对付这个该死的家伙了。这一次我会亲自出手，绝对不会再让你逃脱。这一次我看你还怎么跑。此时的我看着满城的硅基生命的尸体，内心也充满了震撼。这效果真牛逼，不愧是被莫里亚蒂当作后手的东西，恐怕是想要用这个打击我的电磁系统吧。还好我技高一筹，用灵境系统占据了先机，抢先拿下了这个武器。这么想想，莫里亚蒂还是一个好人。我暗暗地感谢了莫里亚蒂一番，如果对方能把自己的脑袋送过来，那就更好了。对了，莫里亚蒂派来的777到哪里了？发射电磁脉冲弹之后，失去了对应灵境系统的联系，应该是刚好处于电磁脉冲的打击范围之内，被一起干掉了。真的吗？过去看看，我记得他开的可是莫里亚蒂的车，上面说不定会有一些好东西也说不定。因为有3D 地图引导，我毫不费力的就找到了莫里亚蒂的那辆超级房车。把这辆车给我拆了，如果谁能拆解出好东西，我奖赏他2斤机油。在我的招呼下，众多自走机械冲上了豪华房车，将车子团团围住。豪华房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零件。10分钟之后，整辆房车被拆解成了零件，而001手中居然捧着3张图纸。运气这么好，居然有3张。超豪华浴袍制造图纸，配套浴袍、拖鞋、
运用定级材料纯手工打造，让你体会凯撒般的享受。不愧是管理员下场，连浴袍都是最顶级的。不过对我来说却没什么用处，随手将其扔到了一边，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我展开了第2张图纸。生态园天气控制系统，6级通用汽车配件，模拟4级气候，各种天气状态，丰富生态园的综合环境状况。最后，我展开了最后一张图纸。一定要出点有用的东西啊，拜托了。电浆手雷制造手册，使用后释放在方圆10米范围内释放大量高压电流。有了这玩意，我对付那些硅基生命将会更加从容，而且这玩意对于普通的碳基生命也有不弱的杀伤力。我刚想离开，忽然看到了倒在地上的777的躯体。这东西能不能修一修？想到这里，我让2个自走机械将777的躯体拖回了全民穿越公路求生。我看了看车里的3D 地图，忽然发现有几个人类正聚集在一起，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背着枪械，身上的衣服也是五花八门，有的穿着胸甲，有的穿着半套凯夫拉防弹衣，还有的穿着警用防弹衣，反正设备是多种多样。玩家，这些人在干嘛？我拿出了一架手抛式无人机，扔了出去。那架手抛式无人机在空中转了2圈，便向着那群玩家所在的方向飞了过去。手抛式无人机很快就飞到了那群玩家的附近，随后停在了一个破烂的阳台上。都尝尝顶级的哈瓦那手工雪茄，味道绝对纯正，都是少女在大腿上搓出来的。你怎么能肯定？这是我从一个朋友那换来的，100%纯正。你看这上面还有腿毛呢，如假包换。戴着贝雷帽的玩家从雪茄上挑出了一根渐金色的绒毛，看看这腿毛，又纤细又柔软，肯定是个年轻的软妹子。只不过我看着那根腿毛，总觉得有些眼熟。我回头看了一眼旺财，这家伙的绒毛也是渐金色的。这些家伙抽的该不会是旺财搓出来的吧？啥事？没事，忙你的。你们有什么办法吗？我的车抛锚半天了，用尽了办法也没法启动。我问过我哥了，他答应我待会过来看看。他以前是开4R字店的，手艺没得说。真的？能不能让你哥帮我们也看看？放心，肯定不能让他白帮忙，谢礼肯定少不了。没问题，都是小事，大家见面都是兄弟。到时候我让我哥帮你们都看看。待会还有人要来。我原本打算把这几个玩家抓起来，询问一下他们的状况来着，听到还有人要来，立刻停了下来，紧紧地等在原地，准备等着那些援军来了再动手。不过光在这里等着也没什么意思，我准备给这些人来一点小节目。光抽烟没什么意思，我上次弄到了几瓶好酒，大家一起尝尝。那个穿着板甲的玩家说着，回身准备回到自己的车上去拿酒。然而他回头一看，却发现自己的车子不见。我的车呢？他车里的好东西可不少，甚至还有一个从上个世界绑来的一个热兵器。难道是那个热兵器自己打开了手铐，开车跑了？不能啊，我明明把它关进笼子里了，都是拇指粗的栏杆，它根本跑不出来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听到板甲玩家的惊呼声，其他的玩家连忙跑了过来。怎么了？发生了什么？是有敌人吗？不是，我的车不见了。怎么可能？那么大一辆车怎么可能就丢了？肯定是你自己记错了，停在别的位置上了。不可能，就是这里，就是这个电线杆，我还在上面方便来着。你看，痕迹就在这，怎么可能记错？靠，那是怎么回事？难道有脏东西？哪来什么脏东西？估计是有其他的人看到你这辆车上没人，直接偷着开跑了。以后下车的时候记得锁车。你看看我，每次下车都把钥匙拔下来，这样车就绝对丢。等等，我的车呢？侯雷谢特，我的车呢？你们这些人啊，都是图样图森破，拿下车钥匙有什么用？人家用撬棍就能打开车门，然后把方向盘下面的线盒一打开，零线火线一打火，直接就开走了。所以还得学我，把方向盘拆下来，这样才保险。贝雷帽说着，从身后将方向盘拿了下来，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之中，向着自己的停车位走去。贝雷帽顿时愣住了，手中的方向盘掉在了地上。我的车呢？连续3个人的车丢了，剩下的玩家不敢再看乐子，纷纷跑向了自己停车的地方查看情况。然而让他们惊骇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的车都不翼而飞了。肯定是你们之中有人偷了我的车，到底是谁偷的？给我交出来，不然等我哥来了，没你们好果子吃。大家都在这里，谁能偷车？再说了，大家的车都丢了，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别把矛头对准自己人。谁跟你自己人？说不定就是你的同伙干的，你自己在这里帮忙打掩护，抓好人。我不管是你们谁偷走了车，立刻还给我，我还可以当做这件事没发生过，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怎么着？你还要动手啊？谁怕谁啊？好像谁手里没有枪一样。就在这时，远处响起了一阵发动机的声音。贝雷帽回头一看，是2辆车从远处开了过来，一辆是明显改装过的皮卡，上面加装了防撞网、复合装甲，
撞角，车顶还有一架自动机枪，后面跟着一辆巨大的虎式坦克，在后面缓缓跟着。我表哥来了，哈哈哈！表哥我在这，快过来！皮卡和虎式坦克缓缓地停了下来，看着那颇具压迫感的虎式坦克，几个玩家的胆寒了3分，不由自主地退了几步。从皮卡上跳下了一个脸上还有一道刀疤的中年男人。怎么了？表哥，我的车被这些家伙偷了，你帮我弄回来。还有这种事？居然还有人敢偷我表弟的车？是你们谁偷走了我表弟的车？快点还回来，不然我会让你们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说了不是我们偷的，而且我们也是受害者，我们的车也都丢了。我们想要偷车，没必要做得这么复杂吧？直接杀人抢车不是更简单？如果真的是我们偷的车，你觉得你的表弟能活到现在？别废话，肯定就是你们干的！快点把我的车还给我！虽然我觉得你们说的有道理，但是必须要有人给个交代。谁让我表弟选中了你们呢？要怪就怪你们自己的命不好吧，把他们处理掉。老大，不好了，你的车子自己跑了。什么？刀疤脸回头一看，果然看到自己的那辆皮卡下面长出了几条腿，正向着远处跑去。原来车子真的能长腿自己跑掉。快追上去，把我的车给我追回来！全民穿越公路求生，刀疤脸也顾不得表弟了，一下子跳上了虎式坦克，想要追上自己的车。然而他坐下的虎式坦克正在向着反方向飞速前进。你脑子进水了！我让你去追我的车，你挂到档干什么？老大，我明明踩着油门，可是车子却一直在往后走，我也没有办法啊！刀疤脸低头一看，虎式坦克的履带果然滚滚向前。但是坦克就是在不断的往后走，而且速度还越来越快了。这是怎么回事？刀疤脸整个人都不好了，他急忙跳下车来，低头一看，原来虎式坦克下面也长了几条腿，正在向着远处跑去。怎么回事？难道说加入了轨迹生命一方，自己的车子也会慢慢变成轨迹生命，然后自己逃跑？刀疤脸趴下身子，想要自己观察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这一低头，发现原来在车底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几十台怪模怪样的机械。这些机械长着8条腿、4条胳膊，身上挂着电锯、加特林、RPG、反坦克、手雷各种武器。他们正举着虎式坦克快速奔跑。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这群机器人是从哪来的？他们开走我的车干嘛？就在这时，一个自走机械发现了刀疤脸，他缓缓地将头旋转了90度，一堆摄像头无声凝望着刀疤脸，身上的加特林机枪也开始转动方向。他们要杀人灭口！刀疤脸一个虎跃跳了出去，然后几个滚翻落到了一堵矮墙之后，同时还不忘把傻愣愣站在大街上的表弟拉了进来，将他按在了地上。咋了，表哥？别抬头，我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啥秘密啊？那些轨迹生命不是什么好人。那还用你说？我都不用看就知道他们不是人。我说的不是外形，我是说他们里面怎么说来的？对，内心里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表哥，你到底要说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接纳咱们一群人类当外围吗？为啥？难道不是需要咱们当人间给他们带路吗？人间个屁！咱们是带领人类走向新时代的领路人，领路人懂吗？我懂。表哥，你别打了，咱们说正事，到底是咋回事啊？那些铁疙瘩接纳咱们，实际上就是看中了咱们的汽车，他们先假意接纳咱们，然后趁咱们不注意就偷走咱们的汽车，转化成他们的同类。不然你以为你的车是怎么丢的？都是那些该死的铁疙瘩弄走的。真的？这还有假？我都看见了，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家伙还准备杀我灭口呢，幸亏我跑得快，这才逃过了一劫。那表哥，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咱们连车都没了，食物也没了，最惨的是我好不容易攒的烟都丢了，下顿饭连个着落都没有。没事，我还有几个老朋友，我给他们发的消息，让他们来接咱们，大不了咱们加入他们的车队，帮忙卖命也就是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不成？哦，这办法好。那表哥，你快点给他们发消息吧。不急，这事儿待会再说，我有一件事现在就要办。啥事比这还着急啊？我要把这些铁疙瘩的丑陋面目公之于众，居然敢偷我的车，我就揭发他们的丑行，让所有玩家都看清楚他们的嘴脸，大家一起反了他娘的！偷老子的车还想让老子给他们卖命，卖个屁！很快，一则揭露硅基生命丑恶嘴脸，揭发他们恶意盗取玩家车辆的帖子
出现在区域频道上。帖子发出去之后，刀疤脸的私信就炸了，很多和他熟悉的人纷纷给他发私信询问帖子的真实性。那还有假？刀疤脸添油加醋的将事情复述了一遍，还配上了他偷偷拍的视频。视频里，一辆虎式坦克长出来几十条腿，正在向着远方奔跑。众所周知，视频是不能 P 的，所以刀疤脸的话得到了证实。于是刀疤脸的帖子被转发到了各个群里，有好事的人甚至直接将其发到了世界屏。还有玩家拿着帖子去质问莫里亚蒂，为什么硅基生命会偷他们的车子？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莫里亚蒂刚刚取到了一件自己埋下的后手武器，还没高兴2分钟，私信箱就爆满了。一头雾水的莫里亚蒂看到帖子后，一脸的愤怒：这是哪个傻叉在造谣？你们这些该死的蛆虫！要是我的管理员权限还在，我现在就把你们的车全都降成1级，先让你们跳一会，等我解决了那个该死的家伙，再回来找你们算账。不过看到转发的视频之后，他就知道这事情是我干的了。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还在水牛城，这倒是给我省事了。莫里亚蒂想了想，叫来了一架由 F35变成的硅基生命。你去水牛城盯着一个开车的人来，找到他盯住他，等我到来。那个硅基生命点了点头，直接飞上了天空。莫里亚蒂见状也开车跟了上去。此时我已经在一处小广场将抢来的几辆车拆解完毕。指挥官，一架 F35正在高速靠近。随后 3D 地图上就出现了 F35的影像。那架 F35和普通的 F35战机不太一样，它变成了一个硅基生命的样子。能判断这家伙是路过还是专程过来的吗？不清楚，不过对方开启了主动搜索雷达，看样子在找什么东西。既然他们在找东西，那我就补恩了，让他找到。有办法把他弄下来吗？我试试电磁干扰，不行就用高石导弹。强大的电磁波向着 F35发射了过去。感受到强烈的电磁信号后，那架 F35下意识地开始接收，然后大量设备就被强烈的电磁信号冲得直接过载。与此同时 ，F35接到了一个电磁信号，立刻降落，否则击毁处理。你是谁？为什么要袭击你的同族？立刻降落，否则击毁处理。伴随着电磁信号，还有火控雷达的照射 ，F35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如果自己敢继续飞行，对方真的会发射导弹将自己打下来。F35缓缓地向着下面降落了下去。因为是硅基生命的原因 ，F35不需要那么长的专用跑道，它甚至可以使用要是飞机的绝技，垂直起降。F35缓缓地降落到了地面上。该死的爬虫，居然敢对我出手！我要杀了你！F35举起了自己比水缸还大的拳头，冲向了我。全民穿越公路求生，我的电磁手套上浮现出了大量的电弧，这些电弧如同闪电一般射向了 F35。F35顿时感觉体内的电压过载了，大段大段的线路短路，一个个电子元件被烧毁，机体上下迸溅出了火花，原本灵活自如的躯体变得迟钝缓慢，最终大片的区域失去了控制，整个身体倒了下去，摔在了地面上。该死的碳基生物，你怎么可能掌握电磁的力量？这是我们硅基生命的专属才对。果然脑子坏掉了。不对，这些家伙就是一群疯子，根本就没有脑子，把有用的信息提取出来，然后拆解了吧。小爱同学则伸出了机械手臂，开始拆解 F35的机体。很快，小爱同学便将信息提取了出来。指挥官 ，F35在起飞前曾经见过莫里亚蒂一面，两人对话证明是莫里亚蒂派他来的，并且莫里亚蒂也很有可能跟随在后面。莫里亚蒂也要来？我看着3D 地图，沿着 F35飞来的路线查找着，试图分析出来的莫里亚蒂的行进路线。然而，就在这时，几颗导弹出现在地图之上，正向着我所在的方向急速飞来。指挥官，发现导弹，是否立刻击落？立刻击落，同时扩大雷达搜索范围，务必把袭击者给我找出来，对方很有可能就是莫里亚蒂。明白。一枚枚锆石多用途高超音速导弹从发射单元中激射而出，向着导弹来袭的方向飞去。一枚枚导弹击中，凌空炸开，像是一团烟花。然而，导弹还没有被全部击落，就可以看到大群大群的无人机从天空中飞了过来。与此同时，大量背着一门机枪或者火箭弹的机械也出现在3D 地图上。这些6族机械行动异常迅速，堪比汽车，而且十分的灵活。尤其是各种狭窄的空间通行自如，灵活度堪比猫咪、松鼠。这是打算用机械海淹没我？带着你的人收好周围的制高点和重要通道，不要漏掉一个。001带着大批的自走机械离开了，顺便还带走了所有库存的单兵武器。而我也释放出了蜂巢式无人机，500多架巡航飞弹在空中散布开来，向着密密麻麻的无人机群飞了过去。一时间，枪炮声在城市中响起，一架架巡航飞弹撞上了小型无人机，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周围一大群无人机群都涵盖在内。各种受伤的无人机像是雨点一样向下，那些向着我包围过来的6族机械
遭遇到了以001为首的自走机械的坚决抵抗。众多自走机械早已占领周围区域的制高点和重要通道，只要有6族机械冒头，就各种轻重火力一起招呼，什么加特林、火箭弹、反坦克手雷、RPG， 甚至连新造出来的电浆手雷都有。各种武器砸的那些6族机械根本无法向前一步，各种机械的残骸堆积如山，甚至有的自走机械将弹药打光之后，直接举起了电锯冲进了6族机械之中，开始冲杀。自走机械制造工厂加大了马力，将一台台自走机械制作了出来，送到了战场上。旺财则制作着电浆炸弹，将这些武器分发到每一个自走机械手中。就连我本人也穿上电磁战甲，随时准备战斗。小心，10秒钟后，电磁脉冲打击即将到来。电磁脉冲，立刻启动防护。另外，召唤自走机械脱离战场，限时8秒内立刻返回。大量自走机械立刻扔出了电浆手雷，同时脱离了接触，向着重型武器平台返回。不过8秒钟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就算是全力撤退，也无法撤离多少。而且那些6族机械实在是太顶了，杀光一批，马上就有一大批补上，根本杀不干净。很多想要撤离的自走机械被他们缠得脱不开身。就在这时，一枚电磁脉冲导弹飞上了天空中，我抬头仰望，发现它一直飞到了日晕之中，随后轰然炸开，强烈的电磁波向着四周四散蔓延。那些6族机械和自走机械在被强烈的电磁波冲击后，烧毁了核心，一台台失去了控制，倒在了地上。强烈的电磁风暴也席卷了我的重型武器平台。不过我的车得到了预警，提前做好了防范，倒也能从容应对，基本上没什么损失。指挥官，要反击吗？不，再等等。明白。小爱同学停在原地没有动作，不过暗地里算力全开，做好了应对工作。整个城市里安静了下来。过了大概5分钟，忽然又是一枚电磁脉冲炸弹升上了天空。电磁脉冲炸弹再次凌空炸开，汹涌的电磁波滚滚而来。不过准备充分的我自然不惧，安静的挡了下来。然而紧接着又是2枚导弹低空射来，在我的车子上空炸。攻击种类云爆弹，空气中含氧量降为0，温度正在急速升高，已切断空气循环系统，是否启用降温设施？不使用，扛一会就装作我们死了。我倒要看看莫里亚蒂还有些什么手段。室外温度急速升高，车内虽然有隔绝装置，但是温度也不可避免的升高了，像是蒸笼一样，汗水止不住的往下流。如果自己启动空调，很有可能就会被莫里亚蒂侦测到时候让他跑了，再想找到他可就难了。等到温度稍微有些降低了，忽然又是2发导弹射了过来，一枚凌空炸开，无数小钢珠像是雨点一样砸了下来，另一枚则洒落出了无数枚小型炸弹。这些钢珠和炸弹如同雨点一样落在了车顶，砸得车顶乒乒乓乓直响，各种爆炸声此起彼伏。一瞬间，我甚至觉得自己的车很有可能会被炸穿。不过还好我的装甲经过了多次强化，甚至连最薄弱的车顶也坚固异常，这种程度的子母弹还伤不了我。子母弹袭击刚过，又是2枚炸弹落在了车子的附近。这2枚炸弹并没有爆炸，反而是冒出了丝丝白气。根据侦测，2枚炸弹内，1枚释放的是沙林毒气，另1枚释放的是疖子气。关闭各舱室门，做好密封，阻隔空气流通。我让旺财带着防毒面具送给莉莉丝他们。等到毒气彻底蔓延开来之后，忽然一辆车缓缓地出现在了3D 地图之上。指挥官发现了一辆反坦克导弹车，将驾驶室放大，看看是谁。3D 地图急速放大，那辆反坦克导弹车被凸显到了我的面前。驾驶室里端坐着一个人，正是莫里亚蒂。果然是你，终于让我等到了，快点过来，快一点。我静静地等待着。莫里亚蒂就像是郊游一样，慢悠悠的，似乎并不着急。我只能耐着性子，一直等着莫里亚蒂靠近。8公里、5公里、3公里、1公里，我的手心也紧张的有些发汗，将手放在了按钮上，准备等莫里亚蒂冲进200米范围内，就使用激光将对方一击毙命，绝对不给对方任何机会。然而就在莫里亚蒂抵达500米距离的时候，车子忽然停住了。怎么回事？难道被发现了？这段距离确实可以使用激光，但是因为周围空气质量不好，激光的实际距离和散射都会有问题。500米的距离很有可能会将激光的威力消耗殆尽，无法造成致命伤害。是立刻启动冲过去，然后发射激光，还是静观其变？全民穿越公路求生，我心中举棋不定，内心砰砰跳个不停。就在这时，对面的反坦克导弹发射车里忽然伸出了一个扬声器。这是什么东西？是次声波攻击。不过车内安装了隔音设备和空炮，足以将致命次声波攻击降低至非致命状态，但是仍然会产生不良反应。伴随着小爱同学的话语，我感觉到一阵阵的头晕目眩，耳朵里也一阵阵的嗡鸣，脚下甚至有些不稳，单膝跪倒在地上，还不时的干呕。此时
莫里亚蒂则目露惊奇地看着区域频道，区域频道一直没有出现我的讣告。不会吧，我已经使用了7级设备发射了4声波，这都没死，这家伙的命这么强。不够，还好我技高一筹，准备好了后手，这一次看你还怎么打。莫里亚蒂其实一直关注着我，为了杀掉我，他特意研究了我所有的装备，并针对性地研究出了一套杀招，并悄悄地在这个世界内布置了下去。也好，既然你没死，那就让我来亲手了接了你。莫里亚蒂说着站起了身体，张开了双臂，数件电磁战甲飞到了他的身上，将他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莫里亚蒂来到兵器架前，拿起了一个空空的剑柄，单手一按，一道湛蓝色的光芒射了出来，这是他特意埋下的武器等离子光剑，这东西堪比激光，哪怕我车子的装甲再坚固10倍，也能轻易切开。既然这么多武器都没要了你的性命，那么就由我来亲手解决了你。莫里亚蒂道提着光剑，大踏步地向着我的重型武器平台走来，微风吹过，卷起一阵阵的烟尘的，掩映着莫里亚蒂的身影。莫里亚蒂也是心潮澎湃，恨不得立刻切开我的车门，将我从车里抓出来，大卸8块，不应该细细的切做臊子才行。然而就在他距离我还有50米的时候，忽然心生警觉，不对劲。莫里亚蒂本能的转身就想跑，同时他单手摸向了腰间的一个按钮，这个按钮控制着背后背包，只要启动，他就能以将近1马赫的速度逃离现场，随后通过手环操控车辆继续攻击。然而还没等他有所动作，重型武器平台上射出了一道炽热的击，直接刺穿了他身后的背包。与此同时，2门1130地方炮也都死了，密集的30毫米炮弹像是雨点一样打进了莫里亚蒂，但是那些炮弹在距离莫里亚蒂不足30公分的时候却都被弹开了。居然敢伤我，你也死定了，我一定会把你碎尸万段的。随后他双脚用力，脚下冒出了等离子光焰，整个人直接飞了起来。然而提示系统却早就给了我提示，我早早的将激光发射器调好了角度，莫里亚蒂就像是径直撞上去的一般，一道激光击中了莫里亚蒂的膝盖，炽热的激光直接将莫里亚蒂的膝盖烧断，而平稳的等离子光焰也迅速失去了平衡。莫里亚蒂如同布拉莫斯导弹一样，在空中一阵的乱飞，最后一头扎进附近的地面上，直接在平整的地面上砸出了一个深坑，整个上半截身体都嵌入了地面里，仅剩的一条腿无力的耷拉在外面。飞行不规范，亲人2行哎，不对，像你这种户口本都是1页就够了，怎么可能会有亲人呢？我一边说着，一边准备去拔莫里亚蒂的装甲，毕竟这套装甲的防御力我可是看得眼馋得很。小心，莫里亚蒂正在凝聚力量，准备反扑，不要靠近他30米范围内。我没想到莫里亚蒂遭受如此重创，居然还能有力量反击。不过既然不能靠近30米范围内，那么31米可不可以？我想到这里，开始慢慢的向前蹭着，头盔上的辅助瞄准仪则精确的标注着两者之间的距离。我来到了31米处，停住了脚步，想了想，又后撤了半步，抬起手，将手上的电磁炮瞄准了莫里亚蒂。让我看看，到底是我的电磁炮厉害，还是你的那个屏障厉害？电磁炮开始充能，一团电光闪烁，感受到空气中的能量等级急速提升。莫里亚蒂知道自己要是继续躲下去，非死不可。妈的，就这一次了，看看到底是你死还是我啊！莫里亚蒂咬牙按下一个开，整个人直接悬浮到了空中，同时他的战甲闪烁起了璀璨的湛蓝色的光芒。下一秒钟，这些湛蓝色的光芒就奔涌着向着周围急速扩散。我见状急忙后退，那些湛蓝色的光芒向周围扩散了30米之后，缓缓地停了下来，随后快速地向着中心坍塌了过去，最终全部收回到了莫里亚蒂的身上。同时，莫里亚蒂身上的电磁战甲上也出现了一道道细密的裂纹。最让我震惊的是，以莫里亚蒂为圆心，周围30米范围内所有的一切都不见了，不要说武器和尸体，就连水泥地面、景观植物乃至土壤全都消失了个一干二净。我感觉到身边有气流向着莫里亚蒂的方向涌动，难道连空气也被吞噬了？果然是曾经的管理员，居然还隐藏着这种杀手锏。居然能躲过这一击，确实有两下子。我承认我之前小看你了，既然你能做到这种程度，也证明了你有着匹配的实力。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只要效忠我，归于我的手下，我可以给你离开这个有些的机会。哪怕你不想离开，我也可以给你相应的权限，让你可以成为所有玩家的人上人。怎么样？只要宣誓效忠于我，你就能获得这一切。莫里亚蒂的嗓音低沉而富有磁性，似乎含有某种特殊的能量，让人忍不住想要相信。莫里亚蒂的扬声器与身上的炫光灯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效果，请保持警惕，不要被暗示催眠。我的背后都被冷汗湿透了，不能让他继续开口了，否则指不定还会有什么招数。我直接将手臂上的电磁炮对准了莫里亚蒂，按下了发射键，一发钛合金的电磁炮弹发射了出去，瞬间击中了莫里亚蒂战甲的胸口，直接将对方的胸口动了个对穿。莫里亚蒂的双眼如同死鱼一样死死地盯着我，
眼中满是不敢置信。区域频道内，一条红色的讣告划过：玩家莫里亚蒂死。这家伙终于死了。在坑边缘休息了一会，我飞到了坑底，把莫里亚蒂身上的电磁战甲扒了下来。这套战甲虽然已经破损严重了，但是还是可以交给莉莉丝去研究吗？能被莫里亚蒂看中的战甲，必然是各方面的佼佼者。如果能研究出来一些成果，那就不亏。全民穿越公路求生，将电磁战甲扒下来之后，我又细细的搜刮了一遍，不管是有用的没用的，都通通带走。如果不将莫里亚蒂的尸体彻底摧毁，12小时后，他将以新的身份或面貌重新复苏。这家伙可以啊，这瞒天过海的手段简直了，居然可以蒙蔽游戏机制，利用游戏机制的漏洞来伪造自己死亡的证据，换一个新的身份重新开始，躲在暗中伺机报复。果然，对待这些老硬币，连尸体都不能放过。给我拿火焰喷射器来！很快，10个火焰喷射器就被摆放到了我的面前。我开始对着莫里亚蒂的尸体喷射烈焰，火焰喷射器的外焰温度可以达到上千度，很快就将莫里亚蒂的尸体烧成了碎骨。我将这些碎骨磨成骨灰，随后又被这些骨灰倒进不稳定的药剂制造机里。没想到机器嗡嗡的响了一阵之后，居然还真的滚落出一瓶药剂出来。复苏药剂死亡后12小时重新复活，重新定制身体面貌，但重新定制的身体总质量不得超过现有的身体质量的70%。还真有这个药剂。我猛地一回头，发现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个身穿女仆服装、面容异常精致的女仆小姐姐。原来是您亲自来了，请问有什么指教吗？不愧是冕下看中的人选，斩草除根的手段不错。原本冕下还想让我提点你2句，现在看来倒是不用了。过誉了。你不必如此，你是冕下看中的种子选手，和我自然是同一阵营的。只要你不做出对冕下不利的事情，我是不会主动对你出手的。你放心，我和莫里亚蒂那种满肚子歪心思的垃圾还是不一样的。请问冕下是谁？我要做什么？不利的事情的边界又在哪里？冕下是谁？等到你该知道的时候，自然就会知道的。至于不利的事情，你暂时还够不到资格，想要不利都无从谈起。现在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懂，或许经历了下一个世界，你就会明白一些了。那么请问，我在下一个世界该注意点什么？有什么想说的就直接说，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不就是想要知道下一个世界的具体情况吗？我可以在规则内给你一点提示，那就是你在下一个世界将要面对的对手将会是船只？不，是船队。下一个世界，你所要面对的敌人大部分都将是船只，各种各样的船只，从木筏到帆船，从幽灵船到战列舰，各种各样的船只，你要做的就是彻底干掉他们，一个也不要留。如果你能做到的话，说不定会得到冕下的亲自嘉奖。这么说，需要把我的车改进成适合在水中航行的样子？不需要，下一个世界是对抗世界，肯定要选择一个让2个世界的参赛者都能适应的环境，无论是车还是船只，都可以自由行动。你需要提升你的实力就可以了，没必要进行专门适应性的改造。原来如此，在这个世界好好表现，不要辜负了冕下的期望。我尽量。对了，这个本来打算在下个世界再给你的，既然在这个世界的第1天就干掉了莫里亚蒂这个叛徒，那就提前当做礼物送给你好了。女仆将一件东西扔给了我，随后转身向前迈了一步，整个人消失在虚空之中。什么东西？那是一枚晶莹剔透的勋章，如同琉璃一般，闪烁着七彩的光泽。在徽章的正面画着齿轮与试管，周围是一圈不认识的铭文，在下面还有一个 LV0的字样。卷纸徽章，女神冕下给予卷纸的徽章，需要达到一定的条件方可解封，效果未知。这说了和没说没什么区别吗？就是得知了女仆口中的那个冕下是个女神，我成为了她看好的种子选手。除此之外也没什么信息，连解封条件都含含糊糊的，这上哪里才去？卷者徽章，执掌科技权柄的半神琉璃，颁发给卷者的徽章，卷者可以利用积分将其激活，或者等到下一个世界开启后，等待徽章自动激活。使用积分可以提升卷者徽章的等级，提升卷者徽章的等级可以解锁不同的权限。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提升卷者徽章的等级。积分获得方式：一、等待琉璃奖励；2、交易换取；3、使用属于其他半神世界的物资进行兑换。利用积分激活方式。下面是一长串兑换的方式和步骤以及要点。这真的需要这么做吗？总感觉有些羞耻啊。旺财，去给我做一份最好的奶茶，最好的咖啡，最好的茶叶，4份最好的水果拼盘，外加2瓶最好的酒。见到了。旺财快步从生态园里走了出来，头上顶着几缕羊毛，手里还拎着半桶刚挤出来的牛奶，快步走进了厨房之中。一阵机械的嗡鸣之后，旺财举着一个大托盘走了出来，托盘里是一杯奶茶。
一杯咖啡和一杯清茶，外加4个水果拼盘。旺财还甚至在水果上雕了花做了造型。就在你房间的酒柜里，最上面一排就是最好的。我还有事，有需要再叫我。旺财又火急火燎地跑进了高级生态园里。我端着手中的托盘看了看左右，然后偷偷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顺便将房门反锁了起来，然后认真地对着小爱同学说道：记住，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另外，待会的事情一定要当做最高的机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放心吧，指挥官，我是绝对不会向别人说的。我将茶几空了出来，然后将3杯奶茶成品自行摆好，4个果盘摆放在4角，2瓶果酒一左一右摆放2侧。最后，我郑重地将那枚卷者徽章摆放在正中央。我左瞧瞧，右看看，确认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单膝跪在地上，一脸正经地说道：我愿意将我最忠贞的信仰奉献给永恒的女神冕下，以传播女神的光辉为己任。一长串颇为羞耻的祷词从我嘴里念了出来。当最后一个字念完毕之后，忽然一道道白光从徽章之中射了出来，笼罩在周围的那些贡品之上。片刻之后，那些贡品消失不见，白光也收拢回到了徽章之内。我连忙将徽章捧在手心里，认真观察着。此时，那个 LV0变成了 LV1的字样，同时物品的提示也发生了改变。你成功的让女神冕下感受到了你的忠贞的信，你成为了女神真正的眷者，请随机抽取你的特殊能力。随后10张卡牌出现在我面前，请在1分钟内抽取1张卡牌作为徽章的天赋，如果不选择，则直接由系统随机挑选。倒计时开始。该选择哪一张呢？全民穿越公路求生，这些卡牌的背面都是一模一样，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第1张卡牌，选中此张卡牌将会获得1个1立方米的储物空间，并且会随着徽章等级提升不断的提升，最高升至100立方米。第2张卡牌，选中此张卡牌将会获得1个鉴定技能，你可以用来鉴定任何物品和人物，徽章等级越高，鉴定出的物品信息越多。第3张卡牌，选中此张卡牌将会获得1个技能，死亡射线，使用后有1%击率让人死亡，概率可随着徽章等级提升而提升，最高升至100%，每个世界最多使用3次。第4张卡牌，选中此张卡牌将会获得技能暴食，使用此技能后，在一段时间内，你可以无限吃下食物，所有的食物将会作为能量储存在你的体内，只要你在规定时间内吃下一辈子的食物，以后都不再需要进食。第5张卡牌，选中此张卡牌将会获得能力枪械大师，你将会获得绝大部分枪械的使用和制造知识，可以利用简单的工具制造出各种枪械和弹药。第6张卡牌，选中此张卡牌将会获得能力格斗大师，你将会获得绝大部分格斗和令兵器使用知识，各种冷兵器都能娴熟的使用。第7张卡牌，选中此张卡牌将会获得能力成功学大师，你说的话语将极具煽动性，让人更加愿意相信，但被人识破后将会有被打死的风险。第8张卡牌，选中此张卡牌将会获得能力催眠师，你将会拥有将人催眠的能力，催眠效果将会随着徽章等级提升而提升。第9张卡牌，选中此张卡牌将会大幅度提升你的科学素养，你能小幅度的修改图纸，修改的效果将随着你的实力提升而提升。第10张卡牌，不需要任何能力，一切荣光都归于女神冕下。选来选去，留给我的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那就是不选择任何能力，一切荣光都归于女神冕下。所谓不争为争，天下莫能与之争。当然，促使我选择这一项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张卡牌是金色的。金色传说总比白卡紫卡要牛逼吧？我果断地选择了最后一张卡牌。你选择了卡牌，最后一张卡牌翻转了过来，散发出了金色的光芒，其他卡牌一一消失不见。你选择的卡牌为女神的荣耀。女神的荣耀，你发誓将一切胜利的荣耀献给伟大的科技女神琉璃冕下。卡牌效果无，每获得一场胜利都会提升女神对你的好感，在你遭遇攻击的时候，有几率触发女神的守护，自身且含载具拥有无敌状态1秒钟，在此期间内无法遭受任何伤害，触发几率和时长由女神的好感度决定。金色卡牌果然就是说是不给任何奖励，但其实还是暗中给了，只不过是隐性的发放，不到关键时刻是不会触发的。看来这个女神还有点傲娇的属性在里面。我暗暗的将这一条记了下来，准备找人研究一下怎么讨取拥有傲娇属性的人的欢心。刚做完这一切，就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谁啊？我打开大门一看，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恶作剧！我挠了挠头，正要把门关上，就感觉到小腹遭受了一记重击。我捂住了小腹，后退了3、4步，直到此时我才看清楚，原来是莉莉丝给了我一记重重的头锤。此时莉莉丝的脸色被气得通红。我知道我的身高很矮，但是你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我真的没有。算了，不说那个了。你过来有什么事吗？
我听说你弄到了新的电磁战甲，快点拿来让我看看。你来了就为这个？其实就是你不说，我待会也要给你送过去来着。我将一个大箱子拖了过来。莫里亚蒂经过我的几次打击，电磁战甲濒临解体，很多部件都变成了碎片，散落的到处都是。这东西摆在普通玩家的眼里就是一堆垃圾碎片，但是在莉莉丝的眼里却如同珍宝一般。这里面居然添加了一个夹层，有趣的想法。咦，消减震动居然是这么实现的吗？巧妙的想法。这个炫彩灯是干嘛用的？为什么要放在这里，还摆放成这副样子？这里为什么还会有一个高音音响？莉莉丝一边摆弄着零件，一边嘀咕着，眼中满是兴奋之色。还有这个新弄到的，你看看有没有帮助？我把利用莫里亚蒂弄出来的复苏药剂拿了出来，扔给了莉莉丝。死后复苏，还能改变身体面貌，有点意思，回头我研究一下。莉莉丝心满意足地抱着一大堆东西回去了。莉莉丝离开之后，我重新回到了车外。此时001正带着自走机械拆解莫里亚蒂留下的那辆车，我在一旁兴致勃勃地等待着。20多分钟之后，巨大的车就被自走机械拆成了零件，而001手中则多了2张图纸。次声波发射器，6级汽车特殊配件，在一定区域内散播次声波，具体散播距离根据空气质量而定，通常散播距离为500米。消声内饰，6级汽车特殊配件，大幅度降低车内外各种声波的传递，吸音效果良好。我欢天喜地的将这2件设备制作，车顶位置多出了一个大喇叭，如果再大一点的话，说不定会被人怀疑成老式雷达也说不定。我照例制作了一个武器收纳舱，将其收了起来。这东西可是近战利器，平时的时候可是万万不能露出来让人知道的。处理完了这些事情以后，天色已经渐渐暗淡了下来，远处的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的位置，眼看着天色就要黑下来了。看来要在水牛市过夜了。小艾同学，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过夜，最好地形复杂一些，便于我们机动作战。明白。小艾同学缓缓启动，将车子开到了老城区边缘的一处区域。这里到处都是各种巷子，路况复杂，哪怕遇到了难以对付的敌人，也可以利用复杂的环境溜走，算是十分不错的宿营点。为了保证安全，我还放出了几10个自走机械在各个隐蔽点布防，监控周围的情况。布置好这一切之后，我回到了车里。我给苍小空发了私信，让他加快出货速度，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临近系统铺开。到时候，所有的玩家就成了我的眼睛和触手，整个世界都将在我的监控之中。到时候，我做一些事情也会比较容易了，比如谋夺那块奇妙的陨石。想到这里，我在区域频道挂上了一则公告：接受克隆人定制工作，可以自选性别、年龄、种族等体态特征，支持容貌自定义，有意者私聊。我的这一则公告立刻引起了玩家们的轰动。什么？居然可以购买克隆人，还可以定制容貌？我没看错吧？那什么，真的可以定制吗？我要一个雷姆可以吗？容貌不容貌什么的放到一边，能保证对我忠心不二吗？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想定制2个副手帮我装炮弹，自己装填炮弹实在是太累了。性格可以设定吗？我要一个高冷霸道总裁性格的。放心，性格和容貌都不是问题，只要不脱离人类形态都可以进行调整，发色和同色都在调整范围之内。不过2次元画风转3次元需要一定程度的调整，请各位玩家注意这一点。放心，我们有数，可是又不是没看过，快点给我整一个雷姆。有一个玩家明显急不可耐，直接将一张图纸发了过来。我展开一看，发现是一张反映装甲的制造图纸，这东西可是相当的不错，算是各种装甲的外挂设备。放心吧，我这就给你制造，待会把样板照片发给你，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还可以修改。真的吗？谢谢大佬了。如果可以的话，一定要加上黑丝袜，就是微微透着一点肉感，但还没完全透的那种感觉，最好做成微微勒腿的那么一种感觉。谢谢了。花费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帮阿宅调试好了雷姆。